当我在《三国志》里翻来翻去，试图寻找一个很有深度的话题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陈寿这个人其实是有点阴阳怪气的幽默在身上。时间发生在官渡之战之后，当曹老板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打爆了袁绍，基本上奠定了统一北方格局之后，陈寿开始阴阳起来了，冷不丁补充了一句早年间曹操袁绍之间的谈话。当初袁绍问曹操说，打天下你觉得应该靠什么？曹操反问，大哥你觉得呢？袁绍非常霸气地说，我要南守黄河，北靠燕代，利用杂胡兵南向夺天下。曹老板表示要走另外一条路线，说我要任用天下贤才志士，用正道的光驾驭天下，绝对百战百胜。你以为陈寿在这说的是曹操和袁绍关于打天下的路线之争吗？不是的，他是在嘲笑你袁绍不是雄心勃勃占据河北引以为傲吗？你的河北呢？哎呀，被曹老板打爆了呀！你曹老板早年间不是说要夺天下用正道的光吗？所谓以道御之吗？你可拉倒啊！你哪用的什么正道的光啊？屠徐州的不是你，屠雍丘的不是你，屠彭城、邺城、乌丸的是不是你？除此之外，陈寿还总是没完没了的阴阳孙权。首先我们来看出场，陈寿是晋人，晋奉魏为正统，因此呢，他称呼曹操都是敬称，或称太祖，或称为公。对于刘备呢，由于陈寿早年间在蜀汉当官，心念故土，他叫刘备从来都是称为先主。那到了孙权这儿，陈寿就很不客气了，张嘴闭嘴就叫孙权大名。此外，我们再看原文，曹操和刘备都用了惠这个字，所谓为尊者惠。在陈寿看来，曹操和刘备都是为尊者，因此可以用惠。那至于剩下的那个人孙什么权，不好意思，你爱谁谁，反正你配不上用惠这个字。第二，我们来看去世。曹操去世的时候，《三国志》称为崩，天子死曰崩。这个符合魏武帝的皇帝身份。刘备去世的时候呢，称之为卒。尚书说帝乃卒落，也是形容皇帝去世的，说明陈寿的内心是认可刘备为皇帝的。那等到孙权去世的时候，陈寿又来劲了，称之为薨。诸侯曰薨，也就是说在陈寿心里，孙权最多就是个诸侯级别的。别看你们江东给你上的谥号是大皇帝，在我们这儿往大了说，你是我魏国的一个异姓王，大魏吴王；往小了说，你就是个地方割据政权，早晚是要消灭的。得亏你死得早啊，不然迟早给你收拾了，抓你到洛阳动物园看猴。第三，我们来看评价。其实在评价这儿，对曹老板的评价是基本客观的，小小的黑了一下，这是按照白虎通的说法。今天我们且在这儿先不讨论。对于刘备呢，更多的是叹息和赞叹；对于孙权呢，就又是开始先阴阳怪气的吹捧一番，然后毫不客气地点出他的毛病。对于曹操的评价，简单来说就是我太祖多么英明，领导同志们打天下，即所谓的运筹眼谋，总御黄鸡，克成红叶。那曹操怎么领导革命成功的呢？就是标红处的2句。一是坚持法家集权，所谓的申商之法，申不害、商鞅都是先秦法家的代表。第二个就是韩白之策，韩信、白起，这是秦汉帝国最杰出的一批军事将领，是曹操的军事胜利领导了我们最终的胜利，即魏武的成功是秦汉帝国式的成功，是军功爵和法术式的成功。那对于刘备，陈寿更多的是赞叹和惋惜，有高祖之风是赞叹，有英雄之气是赞叹，心神无二是赞叹。但是先主你太仁了，要说耍心眼子，你玩不过老曹，所以你的地盘才比人家小啊。而且无论怎么说，曹老板也容不下你啊。那对于孙权，陈寿一上来就没好气，评价第一句是屈身忍辱。你看古往今来哪个圣明君主屈身忍辱了？你说勾践，把你比喻成勾践，第一是说你俩都一样，打不过对手就给人装孙子，勾践给人养马去了，你作为一国君主乐呵呵地接受另一国的册封去了。第二，
是说你和勾践一样的小心眼白眼狼。文种兢兢业业辅佐勾践，勾践攻城之后把文种给杀了，兔死狗烹，天下闻名了吧？陆逊作为大吴国为数不多的社稷之臣，把陆逊逼死的是你孙权吧？最后我还要小小的得罪你一下，陈寿评价孙权晚年感觉就跟犯了病似的，到处抓人杀人，后来的吴国净出些神经病，你等于你也有责任吧？吴国的覆灭你是不是得负点责任？那分析到这儿，我突然想到，虽然孙权最后逼死陆逊在狱中，不过陆逊当年可也没少阴阳过孙权呢。有一回陆逊给孙权上书说，你看你哥多厉害，当年创业的时候兵不足1旅就把江东基业打个七七八八了，您呢坐享其成呗，比起你哥桓王孙策你可差远了哈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孙权呢想征讨公孙渊，这陆逊又开始上书阴阳他，说陛下您多厉害呀，赤壁之战您指挥的，打跑了曹操吧。实际上赤壁之战之前，孙权一度犹豫，是周瑜力劝抗曹，并且亲自带兵火攻了曹操。夷陵之战是您指挥的吧，打跑了刘备吧。实际上呢，是孙权向刘备求和不成，一面向曹魏称臣，一面任命陆逊为总指挥。关羽天下之望，水淹七军，马上就能把魏国打崩盘了，是您派人背后捅刀子的吧？关羽父子都投降了，是您下令杀的吧？别说不是你哦，关羽是副国级的干部，您不下令，前线是万万不敢杀的哦。您看您都打败了这么厉害的3个当世豪杰了，怎么还跟公孙渊较劲呢？我要是孙权，我不到晚年可能就被气成神经病了。那说到这儿，我又想起了政治零分、军事也不及格的袁术，他一开口也喷得我们老刘灰头土脸的。袁术看中了户口100万的徐州，然而此时的徐州呢，刘备已经走马上任徐州牧，袁术就写信给吕布说，我长这么大就没听说过有什么刘备，潜台词就是我是4世3公之后，刘备就是一练摊大耳贼。那既然我们这期的简介是满朝文武哪一个我没有阴阳过，那我们就以陈寿阴阳魏文帝作为结尾吧。陈寿评曰，文帝天资文藻，下笔成章，博闻强志，才艺兼该。说我们魏文帝曹丕天资聪颖，文章写得好，多才多艺。这看似是夸呀，实际上呢，夸的这些才能没有一个是跟皇帝沾边的。这些美好的品质描述的是一个文艺青年，但不是皇帝。那皇帝应该有哪些品质呢？胸怀大度，公平公正，追求远大的抱负，心存宏伟的道义。不好意思，您是一个都没有啊。Game over。